我觉得这张脸才适合做演员。你太漂亮，代表不了普通的人的生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你代表不了普通人，你太精致。她可塑性很强，也很可以漂亮，也可以不漂亮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老师。没错，所以眼神最重要。你们觉得她有点像梅艳芳吗？从后面看。就我刚入行，我其实是喜欢唱歌跳舞，然后是因为在团内接触到了演戏，开始喜欢上了表演。然后随着我年纪长大，我想要接一些不同类型的角色，比如他结婚了，或者甚至他带一个孩子，但是这跟少女偶像团体那个定位是违背的，就是公司不会为我选择这样的角色。所以如果你演了这样的角色，然后粉丝们看见了，你害怕粉丝不喜欢你吗？不是我害怕，是公司的路线就有违背，他不会让我去。所以公司也不同意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看真人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又来一个偶像？但见到黄土地，我觉得很美丽，感觉很融入这个山水人性的美丽。我觉得你选择很好啊，决定不然要跳到广场舞嘛。其实，就30岁都不放你们走，还要少女团体干嘛呢？各位老师们好，我是黄婷婷。然后我是13年入行的，我是13年成为了一名少女偶像团体，叫做 S.H.48。这算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吧。在团期间获得了1000万粉丝的喜爱，可能大众对我现在的认知还是那个少女偶像团体的黄婷婷。所以我来无限超越班的目的之一，也是我希望告诉大家，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拍戏，我现在在做一个演员。然后这些年就其实围绕在我身上的一个话题，会大家问我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团体，为什么要退团。我是13年到19年在这个团体里头，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近28岁，27、28岁。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转型，但是当时的团体的定位还是少女偶像团体，它没办法根据我个人做出一些调整，所以在工作的选择和路线的规划上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。所以那个时候19年我就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解约，几乎是在我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候停下了所有的工作，然后这一停了4年。到23年，算是这些纷争全部都解决完之后，我才开始正式做一名演员，就一直在拼命的试戏，各种跑组。这几年已经有了15部作品播出，后面我还准备了一些我的那个演戏片段。好，停！以后往哪跑啊？啊！你喜欢的是我是吧？你有病吧？那么中二的话，我早就忘了。有干什么？我杀了他！我想要他死！哦，很好看了。因为大家对我的形象还停留在那个少女偶像的阶段，但其实我现在34了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我这些年有了一些经历，我长大了，我可以接一些不同样的角色了。30岁也拥有打破自己重新再来的勇气。还有一个职业的小目标，也是希望像在座的老师一样，能拥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代表角色、代表作。我觉得很好，说的真好。这婷婷，你解约肯定是一件对你来讲非常大的事情。是的，就刚才我们看到，从那个偶像团体，然后到一个有质感的戏或者角色的表达，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决定，因为他就是那么样成长起来的。这是什么支撑着你，就是你勇敢的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？那他是聪明的，年龄到了应该不是偶像了吧？我不知道对偶像这个有年龄的约定吗？我觉得在内娱这个环境，其实大部分偶像
到了一定年纪都面临着一个转型。没错，是的，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见到太多类似 idol， 然后转不过来的，他可能更大了，他都还有那个偶像包袱，所以就是说，你勇于做这个决定，你很棒，你很勇敢，选择是正确的，我觉得是对哈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很好奇的是，就是你跟公司解约4年，你是基本没有办法工作，那你怎么从这4年再出来的时候，你还能得到那么多那么好的机会呢？其实这4年，工作虽然停滞了，但是我一直有在试戏，只是聊到最后，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大家会觉得，虽然你还挺适合的，但是他不想要冒这个风险，就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。有一次是我已经在进组的火车上，然后可能当天也上了一个不太好的热搜，因为当时还是有一些讨论，然后就接到了剧组的电话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不用过来了，我们可以给你买回去的票。当下我其实觉得我想去，我想去当面见到他们，见到导演，见到制片人，我再当面争取一下，所以还是去了那儿。结果也没有反转，就还是没用我。后来就这样的事情，其实在这4年间一直有在发生。我自己怎么调整过来的，就是我不停的去上各种各样的课，把自己排满，然后每次去试戏，我也当做是一次我向业内展示的机会。我告诉大家，我现在在拍戏。虽然可能大家最后不用我，但是以后说不定有机会。韧性很强。我说句真实话可以吗？我觉得其实你不算通俗美学当中，特别我们中国的美学当中，你不算最漂亮的。我是偶像的时候，你唱唱跳跳业务很好。那你现在转型了，他也不能靠他的脸蛋。当你现在转型成演这种苦的，从内心出发，靠自己演技的，很棒。我觉得这张脸才适合做演员。你太漂亮，代表不了普通的人的生。对的。你代表不了普通人，你太精致。他可塑性很强，也很可以漂亮，也可以不漂亮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老师。没错，所以演员最重要的是。你们觉得她有点像梅艳芳吗？从侧面看，小考吧。这你们的考题是2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女生，因一次背叛，多年不再联系，再次相见，想象什么样的一种情景，好吗？天哪，这很难，真的挺难的。这规定情境我听完我都懵。丈夫，相见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好久不见。6、7年有吗？有。你来医院时，我体检。你在医院干嘛？哦，我看朋友。朋友哪个朋友？后来的一个新朋友。交了新朋友，蛮好。我蛮好，我就是没交到新朋友。这个还是我送你的。哦，你随便找了一个首饰戴戴呗。其实我当年不是故意的。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，不是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生气，我生气的是你对我的态度。你不相信我。可是当时你有很多细节没跟我说啊。我不想说，我懒得说了，我说了1遍你不信，我还要怎么跟你说？多说2遍不就好了吗？我们两个那么关系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多说2遍？现在这么多年了。
那你打电话呀。把你微信删了，我怎么打？我给你打不了。对不起。真的对不起。黄婷婷，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过来拿一下。我陪你拿。没事没事。来这里，过来拿一下。啊，你一个人来的吗？跟朋友。好，结果自己看一下，好吧？还需要更深入的检查。再去约号好吗？我们还有下面的病人。谢谢。让我看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体检嘛，体检有几个数据不正常，对，很正常。不是你这一圈都不正常。你给我，我看我去问医生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别害怕，我害怕，你别怕，我陪着你。停，可以了。很棒。很棒。我是觉得他们俩都挺好的，而且我觉得你们从个头、从形象、从表演的能力，其实都是有发展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婷婷啊，我真的觉得你的戏可塑性很强，而且演的也很好。又到我们投票时间。好了，你现在选谁？选他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他的路子可能比较宽，秦牛正威，就是我觉得形象很好，但你太理智了，你有一个框住了你的灵魂。他太冷静，有点冷静了。但是我是喜欢你的表达的，我觉得你在介绍你自己什么的，我是喜欢的。但我从刚才的考核结果来说的话，我会选择黄婷婷。谢谢老师。你觉得谁？专业来说的话，可能还是他好一点。你们想去？你们想？对，我也是。都是。我认为黄婷婷还是可以的，她有很多的实战经验，她拍了不少戏，而且她比秦牛正威要开悟一些。其实很多演员，98%的演员演了一辈子戏都没开窍。我们4个都选王婷婷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第一个终于有一个了，好吧，恭喜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小青也不错哦，你也不错，谢谢老师。我们先请秦牛正威离场，对，往这边走啊。好，谢谢。我没有觉得我输给别人，因为我的对手蛮强的，但我跟我自己比，我就是超越了我自己的。好，王婷婷，你就成为我们第一个进入我们无限少年班的成员了，恭喜你！来，黄婷婷来领这一张，谢谢你。进入下一轮。转身，转身，好，开。哎，你就成为我们第一个进入我们无限少年班的成员了。第一个太难了。婷婷。
开心，超级开心。就虽然也那段表演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缺点，有很多不足，但是至少得到了导师的部分认可，还是觉得很开心，很有成就感。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，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。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，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。有请下面一组张伦硕和熊黛宁上场。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包袱，我觉得我有很多可能。一定要让大家知道，我除了身高之外，我还拥有我自己的演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来喽，好来喽！各位监制们好。OK， 我先下个楼。Hello， 各位导师好，我是张伦硕。各位监制们好，我是熊黛林。张伦硕，你能再走一次出来看看，给我看看，你再走一次，跟刚刚一样，再走一次，有没有？啊。哦，你刚刚垫出来是因为想跟他的高度一样是吧？哦，对，要不然就感觉有点尴尬。难怪他要走我后面。就到这儿我就下楼了，就。啊，踮脚了是吧？对呀，我说奇怪了，他怎么走路会这样子呢？难道钟丽缇喜欢这样吗？顺撇是吗？不是，他觉得自己有点矮，他踮着脚出来了。他们都在一个叫没工作组哎，待业组。待业组。对的。你待业多久了？我待业好几年了。好几年。就自从认识钟丽缇就不用工作是吧？很多人是这么想的，对，其实真的也是有难度，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好像不用工作，然后就不找我工作。其实我很想工作。那熊黛宁，你没工作就因为你嫁人呐，你去享受生活呀。其实如果说是工作的话，我现在在做直播，但是我是说是演艺的工作，演戏我是大概差不多2年没有演了，而且上一部戏还是跟郑宇监制一起演的。哦，对呀，我垫了几层那个鞋垫到我啊，脚疼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不用垫，你不用垫，我这个高度我们都演个夫妻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辛苦志伟监制了。啊，就从头到尾都坐着，他没有站起来。好，那就开始自我介绍吧。好，那黛玲你先休息一下。好的。来，伦硕。Hello， 各位导师好。然后我的名字叫做张伦硕，我身高1.82米，今年是44岁。首先呢，我是钟丽缇的老公，3个孩子的爸爸。这个为什么我一上来要这么介绍我自己呢？因为这几年新闻上、网络上对我很多的报道，大部分是围绕我的家庭，围绕我的老婆孩子。我觉得这个是我要面对的事情。在过去的5、6年吧，我上了差不多50多次的这个头条的热搜，但基本上都是关于家庭的生活的八卦的一种编排。然后就更离谱的呢，就是有一次我老婆直播的时候呢，粉丝非常的支持她、鼓励她，她就感动的哭了。当天晚上我就上热搜了，说我给她创造了一个悲惨的人生。但是好像很对味啊。有一些新闻一贴在这个人身上，突然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不好抠这个瓜。但为什么贴在你身上会那么对味？就是我也是觉得，就是他们练了我一个很厚的心脏。但是我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下，因为我是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，而且不光是传说，还有了很多结果。我以为我永远不能够当演员了。当我出来当演员的时候，就碰到刘涛，然后当时我一说刘涛演公主，就该我说话，然后我就说公主，然后眼前都是所有的星星在乱飞。飞了以后来了10几遍，后来导演就说
停，就是撤了，今天就收工。然后下来的时候，他们讨厌，我们把它换了吧，这脑子都坏了。但是我仍然坚持在横店，因为那个时候我1分钱都没有，负债累累。于是我去跑龙套，跑龙套就是你们在谈事儿，我在旁边站着，然后站着说拿水来，拿水来，50块钱一天，整整1年。我的外号叫横店第一漂。但是今天我仍然在这里重写自己的人生，不怕从头再来。所以呢，因为你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就鼓励你不怕，谢谢。因为他们这样对你是帮助，对我也让你非常有名。谢谢老师。对。哎呀，来给你出个题吧。哎，好嘞。你的妻子病重病危，且失语，你到医院去看望她，跟她做最后的告别。我们请刘涛老师来给你配合。哦，好的，太好了，好久没出手了，刘涛老师。好久没出手了，一个病重的失语，没台词，脑子清楚说不出来，你在考我呢？对，不许你说话。我把口红擦一下，要不然影响人家看着我的那个情绪。对，你看，这就是专业演员的经验。你看，这就是职业道德。好，你可以吗？这样先靠着。我这样靠着吧，我这样靠着，你给我架子，这样架着不就行了？哦，来，是吧？对。来了。哎，你没睡啊？怎么样今天？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。还是那么好看。哎，我看你这衣服，他们没给你整好吧？好，放松啊，一切都很好。我跟你讲啊，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啊。小宝他在夏令营也特别的开心啊。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穿的都是特别有范儿？这不张伦硕同款吗？你不是喜欢张伦硕吗？你看，以后我跟你讲，你就别再说我邋遢了啊！以后你要记得，你老公也能帅一把，好不好？别说话，嘘。我给你看看小宝的那个视频，好不好？视频，哎，我那个手机在哪儿？我去找一下。小宝的视频，小宝在夏令营呢，特别好啊！别哭，我知道你想他了啊。给他看看他的视频，咱看一下。你看看吗，小宝？踢球的，黑了点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高兴的不得了呢。我跟他说了，妈妈过几天就好了，他也放心啊。他也没有担心。变得越来越美啊！啊？水啊，水啊，
谁把我的宝给？谁把我的宝？好，可以了。非常棒，非常好，谢谢你，非常棒，好厉害我。哇，那个助演真的厉害，高级助演。哎，这个是您的手机，里面有一张我们俩的合影，回头记得发给我。哎，你怎么打开手机的？直接点开拍照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哎。他的设计很好，他起码一来就做悲剧好，就比那些老对，是的，装的还是放松的，但是你只停留在你的语言上。你的底蕴是要用你的欢乐压着你的悲伤，但是你好像底层没有太多那个。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差距什么呢？就你一进来已经知道，已经差不多时候了，说进来是悲伤的，但是反过来你不想看它，但是你转过来你要保持那种没事。哎，对，我喜欢的，对。做起来感觉没事，但是你知道你不行，所以进来的表情跟坐下来的表情是两样，这样观众就会晓得哦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呢，我们常常艺人的对白一根语气把它讲完是错的。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，妈妈过几天就好了，她也放心。其实讲对白的语气是非常重要的，什么时候用气声，什么时候用什么声音，这是完全两回事的。这戏跟声音一起才能带动观众啊。你只是睡着了的时候情绪有点转变。那张伦硕，你到医院探望过病人吗？我去过，医院的病房门是有窗户的。对。但是他病危，你们指定说是在医院吗？好，病重病危到医院去探望。刚才说是在医院吗？当然说了。说了。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注意观察。但是我想说一句啊，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，一个录制节目，要这些选手去完成一些动作的时候，这么一点点时间准备，都是很难进入的。对。我们平时在演戏当中，要进入一种状态是要酝酿的。谁来跟我说话，我是很不开心的。马上就要进入的话，要演到我们眼中的标准是很难的。你这个观点不是理由啊？不，我认为是理由。那刘涛过去之后，他事先准备了吗？他为什么可以眼泪哗哗呢？因为他站在这个，他为什么可以？他为什么都能接受他呢？李老师，因为所以他关键是站在，因为所以是他太冷静了。因为所以是他站在了这个无限超越班，而不是刘涛老师，是他要成长，不是他要成长，这个就比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不，都是刘涛你不对，你就是演得太好了。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对。他表演的哪些不足，我们去给他提出来呀。我给他们，你现在认为我提出来的不对吗？对，那不得了吗？我肯定的，但是也要谅解他们呀。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人家跟观众解释，不是跟你解释。不用跟观众解释。我当然要解释，为什么不解释？那要不然办无限超越班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给他准备在别的场所，可能他演得更好。是，他们也不容易，已经很好了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讲，是为了他们更好。对，他们来干嘛？就是来听我们这些人说这些的。太可爱了！哇！老师，没有人敢跟你这么吵，也就是我跟你吵起来了。每一次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辩论啊，但是伦硕，你是一个上了4年大学表演系的本科毕业生，以及后面所有的学员不要乱鼓掌。
我是一个表演老师，即兴表演是表演训练的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即兴表演完不成，对不起，就不是职业演员，好吗？说得好。老师们，我可以说2句吗？可以。我认为，如果我的演技真的达到了刘涛姐这样的水平，我可能在演偶像剧的时候就会一路在走。对的。所以我能来到这里，我就是首先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我就是想来学习的。对。可能我觉得你就是太久没演了，我感觉到你的状态还是一个演员的状态的。我觉得你应该会的。好，谢谢。好嘞，谢谢各位老师啊，谢谢。我上学时候就这样，演完戏就要把它搬走。哎呦，邢黛林来。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熊黛林，我入行26年，做演员18年。然后这是我的 PPT。我是1999年偶然间经过一个商场，那时候商场的门口是有模特在表演的，我就好奇的过去看了一眼，也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么一眼，就被星探发掘，然后我就开始做模特了。然后我有个秀导的朋友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其实你的外形是很适合去中国香港发展的，然后他就把我之前的香港经纪人介绍给我。2006年就正式的去中国香港去做模特了，一路也是非常顺利的，因为一过到去，然后大家真的很喜欢我的长相，就我非常多的工作蜂拥而来，就让我出名了，非常幸运。2008年就接到人生的第一个电影女主角，非常幸运是《叶问》里面的张永成。打什么打呀？你当我们家是武馆的？这个我看过。慢慢我真的就爱上演戏了，然后就拍了一些作品。人唔可以得外表噶，最緊要嘅內涵。漂亮，真係唔係公主咧？咩係公主啫？但係我想知道，點解你哋唔自己刪呢？這一生就拼了，待會就死。我現在緊張到會吐。我憑什麼給你答案？我憑什麼和這杯酒？你要抽一杯，換一杯。哇！好感太那个，很好。大家都觉得这些是我的代表作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代表作，因为我理解的代表作是，大家一提到这个作品，他第一个时间是想到你，然后那个作品才能成为你的代表作，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叶问是子丹的代表作，不是我的。但是我成为这部作品的其中一员，我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珍惜。我已经快2年没有拍戏了，第一眼看过来就知道我的弊端是什么，就是太高了，就是太高了，每个人都觉得哇，你真的好高啊，然后没有其他东西再讲了。还有就是我的年龄，我45岁了，生过孩子，结了婚了，每个人都觉得，哎，你不用工作啦，你老公养你就好了。但是我在家里照顾了3年的孩子，我觉得我跟社会脱节了，然后天天在家里跟我老公吵架，然后我老公说呢，你出去工作吧，我喜欢以前的你，以前的你在台上你在发光，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。我想要从零开始，做一个职场的新人，作为一个演员，新人演员，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去演戏？谢谢。好，很棒。没问题，但是不能45岁就说你没有机会了，还早得很嘛。对，因为我的起点太高了，然后很多人找我演戏，他不敢找我演配角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多失落，本来有个机会的，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不会演短剧，大家觉得我不会演配角，就不敢来找我。所以我今天也是很想跟大家说，无论是什么剧，无论是什么形式，无论是什么角色，只要有机会，我是可以的，我就会去做。这是对的，很正确。就好像说过去你是靠很多的运气，所以你机会找过来。现在我觉得你是在寻找机会，把握机会。你现在要寻找的是除了运气之外，我还有的底气。那来吧，我们开始小考了。好。